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，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。饶了我，诚意拍不完的太多了。诚意粉丝宠爱无底线，是否会让偶像迷失自我？成名犹如一把利刃，既能开路，也易伤身。演艺圈一个名利场，红与不红，那是云泥之别。一旦声名鹊起，邀约如同飞絮，避之不及。近来，诚意就身处这种幸福的困扰之中。新剧刚有眉目，投资方与制片方第一个想到的总是他，仿佛主角之位，舍他其谁？看，连仙逆也慕名而来。仙逆是何方神圣？一部颇具人气的动漫，讲述修士亡灵的故事。症结也就在这，动漫风靡，亡灵一脚也水涨船高。可原著呢？说句实在话，并没那么耀眼。动漫赋予亡灵太多光环，令他在二次元世界里炙手可热。如今要改编成剧，则谁来演亡灵，成了首要难题。诚意成了不少人眼里的理想人选。演技在线，古装扮相俊朗，似乎与亡灵一角适配度极高。但是换个角度想想，就不能换个人选，给他人一个机会？漫改剧，诚意已接下《狐妖小红娘》王权篇，再来一部仙逆，不怕角色固有印象太深。演员也是血肉之躯，也需要变换角色，拓宽戏路。老是出演同类型人物，观众也会审美疲劳。再者，诚意的合约也即将到期，续约与否，未来之路，他理应拥有更多自主权，不能永远被古装这一标签所捆绑吧。看看钟汉良，曾是荧幕上的总裁专业户，如今都开始饰演比自己年龄小的演员的长辈了。并非说饰演长辈角色不好，而是想点明，演员若不思变通，极易被市场所抛弃，被角色所限定。30而立，对男演员而言，正值转型的黄金时期。诚意有意挑战年代剧，比如指尖生长，难道不值得我们翘首以盼吗？年代剧更能磨砺演技，更能彰显演员的底蕴。目前的问题是，观众已经习惯了诚意的古装形象。倘若他真的转变戏路，出演时装剧或是年代剧，你还会继续支持他吗？说白了，这个问题非常实际。观众的喜好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演员的走向。如果观众只认他的古装扮相，那他的转型之路势必遭遇阻碍。演员的价值不该仅仅由数据来衡量，他们也应有权去追求自身的艺术理想，去挑战不同的角色，去突破自己的极限。我们理应给予演员更多包容与支持，让他们拥有更广阔的空间去发展。不要将他们禁锢在单一的角色类型中，让他们失去探索的可能性。回首那些曾被我们定义过的演员，他们的结局如何？有的成功转型，重焕光彩，有的则因无法突破，逐渐淡出大众视野。因此，我们应鼓励诚意挑战多样的角色，突破自我。纵使转型失败，至少他曾经奋斗过，尝试过。观众的挑选固然重要，但演员的挑选同样重要。我们不能因为自身的偏好，就剥夺了演员抉择的权利。与其追问诚意转型拍时装剧，你还会买账吗？不如扪心自问，我们是否愿意给予演员更多的机会，让他们去创造更多的精彩？演员的戏路转变，不只是他们个人的抉择，也是整个行业进化的一个缩影。倘若人人都只愿意看同类型的角色，那我们的影视市场定会变得愈发单一，愈发缺乏活力。因此，请予诚意更多空间，让他去寻觅专属他的道路。也请予我们自己更多期许，期许他能带给我们更多意料之外的惊喜。说到底，谁也不愿看到又一个钟汉良在戏路上被观众定死，只能出演长辈。诚意的戏路应由他自己来掌舵，也应由我们来共同护航。
诚意粉丝宠爱无底线，是否会让偶像迷失自我？诚意的拥趸，圈内尊称奇异果，最近声名鹊起，倒不是捅破了天，而是他们对自家女儿的溺爱，简直令人啧舌。这股子宠溺劲儿，已经到了你但管倾国倾城，我自当为你栉风沐雨的境地。就拿近来诚意录制那档子综艺《你好星期六》来说吧，因着哥哥不擅长嬉戏，粉丝们便开宗明义，玩不溜拉倒，放宽心，横竖台下皆是五等，你知晓一颦一笑便能勾魂摄魄。听着是不是有点耳熟？像不像昔日后宫争宠戏码里嫔妃们对圣上进的谗言？话又说回来了，拥趸这般娇惯偶像，真的妥帖吗？莫不是要捧杀了他？这恐怕是许多路人吃瓜群众心里的嘀咕。毕竟演艺圈里被娇惯坏了的例子比比皆是，稍有不慎就得人仰马翻。可奇异果们似乎并不以为主，他们振振有词地说：“俺们家诚意哥哥人品杠杠的，俺们待他好，他自会投桃报李。况且为了烘托节目气氛，诚意还特地彩排了2个钟点有余，力图呈现最佳的视听效果。这不免令人联想到饭圈里一条颇为流行的圭臬，情投意合的爱方能善始善终。粉丝对偶像的倾慕，若能得到积极的回馈，似乎就能形成一桩水墨功夫，但症结也随之而来。这番情投意合当真存在吗？亦或说，这双向是否被过度粉饰了？一方面，粉丝们治国迎车，摇旗呐喊，冲锋陷阵，竭尽所能的倾吐爱意，单单这桩事便足以佐证粉丝经济的狂热。另一方面，那些个偶像们呢？他们当真能体恤粉丝的付出吗？亦或说，他们不过把粉丝当成予取予求的羔羊，割了一茬又一茬？当然，我等不可一概而论。有些偶像却乎真是粉丝的厚爱，会殚精竭虑地精进自己，用作品来报答粉丝。但亦有那么些个偶像，是宠生骄，是粉丝的付出未天经地义，甚而做出一些令粉丝扼腕叹息的行径。当我们惯性地将缘由归咎于偶像人品堪忧时，是否忽略了饭圈文化的结构性弊端？这种畸形的追星路径，莫不是在某种程度上姑息了偶像的劣？须知，粉丝对偶像的爱，太半并非源于审慎的抉择，而是一种情感的投射。他们在偶像身上窥见了自己心驰神往的模样，或者找到了情感的栖息之所。这股子情感极易被一些心怀叵测之人所利用。譬如，一些经纪公司会刻意诱导粉丝之间的锱铢必较与明争暗斗，刺激粉丝消费；另有一些粉头会利用其呼风唤雨的能量，左右粉丝的举止，从中渔利。因此，归根结底，追星这码事，亦或需秉持理智，倾心于一位偶像，无可厚非，但切莫盲从，更莫要迷失本我。回到诚意与奇异果们身上，他们的故事或许不过是饭圈文化的一隅掠影，但它亦在警醒我等，在逐鹿星光的同时，亦要保持清醒的头脑，切莫为情感所裹挟。盖因，真正的爱，应是平等的、尊重的、理智的，它不应是单方面的倾注，更不应是被利用的工具。恰如奇异果们所言，你知晓一颦一笑便能勾魂摄魄。这话听着甚是受用，但细究之下，莫不是也有些可怖？倘若有朝一日，偶像不再顾盼生辉了，他们又该何去何从呢？